特朗普对中国发起了科技战、贸易战和关税战，不仅对中国经济，也对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挑战和重大破坏。这让我想起了中国人民大学翟东升教授在2年前的一次演讲，很多他当初的预言，如今都变成了现实。翟教授同时也给出了应对的建议。现在咱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中国人大翟教授睿智的发言吧。感谢李健老师的盛情邀请啊，非常高兴，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跟广大的企业家校长们共聚一堂。为什么叫校长节？在他的理念中间，每一个企业家就是一个行动的校长就是行动校长，是吧？不是像我们搞理论的。当然，今天下午在各位从事企业实践的这个校长面前，那我这个教授的呢要汇报内容是相对宏大的理论性的东西。最后起了这么标题，叫“国运即我运”重返世界舞台中央的这样一个新时代。各位校长们、各位企业家们，我们所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什么样的机遇尤其是战略性机遇。以下是个内容：一个是新开放时代，第二个新改革逻辑，第三个新增长空间，最后落实到咱们的企业，是吧？国运即我运，你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如何识别其中的风险、挑战和机遇这需要看大势需要看大势。那么我重点多展开的是新开放时代因为我从事的研究呢是全球的政治经济研究我们今天处于一个新的开放时代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些人所成长起来的、所习以为常的、所得以成功的那个时代，改革开放时代，其实正在发生翻篇儿。因为当年的改革开放是什么？是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的这样一个开放当时这个开放是有主次之分的，谁是那个全球化的主人？谁是那个全球化的引领者？不是咱们咱们是客，他是主。所以当年的开放起自于小平同志1979年过年农历新年里边，代表中国、代表我们党访问白宫。那一天，在白宫中负责接待小平同志的，带了小平同志在华盛顿转了一圈的，参观林肯纪念堂方尖碑，然后把他送去跟这个卡特总统面谈的这位呢是我的忘年之交，阿德莱·斯蒂文森参议员，美国第4代政治家，祖上做过副总统、竞选过总统的也是我们学院的客座研究员。他跟我详细讲过当时的细节所以那个时代开创出一个中国发展的战略空间。那么说的通俗一点，美国、英国是坐庄的，他们拉动一个航行叫做全球化，确切讲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而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跟的，是不是？我们在他拉的第一根阳线上 all in所以今天在座各位，包括我本人在内，我们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可问题就在于树欲静而风不止，咱们非常留恋当年的美好的时代，非常留恋中美关系的蜜月期。可问题现在形势变了，我们看看，尤其08年金融危机之后，首先从奥巴马时代，然后到特朗普时代，然后到拜登时代，一步一个脚印，双方渐行渐远。那么奥巴马、希拉里的时代，他们推出一个叫什么 TPP， 推出个重返东亚，这个东西就是针对中国的。我现在还非常清晰地记得，2014年的3月9号，38妇女节第2天，华盛顿大雪我踩着过膝盖深的大雪去见奥巴马总统的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助理帮办就在司局级层面上，在工作层面上牵头对华贸易谈判的那个人 Audrey Winter。 我去见他，我说您和您的老板们现在干的事情 TPP， 这个咱们听说过，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协定， TTIP 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协定，还有一个 TISA 全球高标准服务贸易协定。我说你这3个 T 合在一起是个什么意思呢？叫 ABC 政策。我说可以给你们起一个政策的名字，简称 ABC。什么叫 ABC Anybody but China， 除了中国之外都可以，不带我中国玩，是吧？我说咱们有没有可能不离婚？中美之间不要离婚。我说我们每年派个代表团到你这边来谈自由贸易，下半年你派个代表团到北京来谈自由贸易。我们向地球村里小伙伴们发出个信号，全球化会继续，中美2家不离婚虽然有了点矛盾，但是我们还是准备在一个屋檐下过的，跟我这么说。他说 Dr. D， 实话跟你讲，以今天美国国内政治氛围，哪个政治家敢于公开提出对华自由贸易，那就是政治自杀他说的是实话。因为为什么？后来我们已经看到，如果说奥巴马、希拉里搞的 TPP 之类的属于遮着掩着的去全球化，那么到了特朗普就什么明目张胆直接撕下任何伪装，明确说全球化是个坏事。为什么？全球化是华尔街那帮人搞的，全球化是中国人获益的为什么？因为特朗普的选民是什么？是全球化时代的相对受损者，美国的白人，尤其白人中产、白人蓝领这个群体，他们反对全球化
那么到特朗普时代，搞了关税战，搞了制裁华为，是吧？中兴制裁中国的芯片等等啊。那么到了拜登，大家看看，拜登注意啊，拜登是奥巴马时代的副总统，他们是老朋友一家子。拜登做总统的时候，他现在提出来叫拜登经济学，而他的战略顾问、国家安全顾问叫什么？沙利文。沙利文提出来叫新华盛顿共识。时间关系，我在这不展开替他宣讲他的新华盛顿共识。大家感兴趣，你可以查一查。老华盛顿共识是什么？新华盛顿共识是什么？老华盛顿共识就是刚才讲的新自由主义，主张大家开放门户、互相拥抱、互通有无，商品自由流动、关税降到零，政府减少管制，是吧？让企业家唱主角儿，这是老华盛顿共识，是吧？汇率自由波动等等，是吧？要搞资本市场，这是老华盛顿共识。现在新华盛顿共识是什么？在许多方面反过来了，说自由贸易有可能伤害我美国的国家安全，没有考虑到有一部分劳动者会因为自由贸易而失去工作岗位，等等等等，是吧？这是大家看，这是一步一个脚印，双方渐行渐远。所以这里边变的是什么？是美国的内政变了啊！我经常讲，华尔街在美国内政中的掌控力衰落了啊。然后呢，美国的蓝领阶级，尤其是白人蓝领阶级，坚决的反对全球化，这是他内政变了。所以变心的是美国，不是中国，是吧？中国还想继续开放，继续挣美元，挺高兴，但是人家不想让你挣啊，这是其一。第二，中美力量对比和双方的心态变化了。我们开始意识到，你美国以前我们高高仰视的华尔街那套东西也不过如此而已，是吧？美国那套也不过如此而已。尤其是08年金融危机之后啊，大家知道要即将退休的老领导，对于这个年轻力壮的即将取代他的人的这个眼光啊，是极度敏感的啊。美国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心态，所以变心的是美国，要搞关门的、要搞脱钩断链的是美国，但是中国继续开放的这样一个意志。这样一个理念并没有变，因为开放已经成为咱们的一种信仰。所以我们简单的看一下数据啊，这个关税在拜登时期并没有取消啊。然后特朗普如果重返白宫啊，所以我们看到4年前有一场非常戏剧性的竞选啊，这个由于新冠疫情，尤其是由于新冠疫情之间，这个特朗普的女儿女婿利用特权大发战争财这个事儿，严重的伤害了特朗普的选票，伤害美国人民感情，因发战争财嘛，谁都恨，所以特朗普没上台。但他现在不服，不服了之后要怎么办？卷土重来。所以，明年我们即将看到又一场，还是这两位老先生。美国政治现在变得非常的，一方面是戏剧性，另外一方面又非常 boring 啊，没有年轻人出来。万一特朗普再上台，他已经明确说了，继续搞什么关税啊，继续搞什么减税，对外加关税，对内减税，也就是上一套方案，前边他执政那4年的方案，这次加大力度继续干啊。所以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啊！这个明年的美国大选的看点，你就看，如果他上台，那就是头4年的玩法，再加大一码，大力出奇迹啊！那么科技方面，美国现在搞的是小院高墙，有案外包，啊，中国呢又适当反制。金融方面，美国加强对中国投资并购的审核，也限制美国企业在华投资。但是呢，我知道最近自媒体上有各种流传说，中国在大力抛售美国国债。我们专门做了一下数据的研究，发现什么呢？的确有所抛售，但抛售力度不大。那为什么你说以前我们持有1点几万亿美元的国债，现在只有1万亿不到了，是吧？多少缩水了多少%多少？那个是什么？是因为美元加息，加息之后呢，就导致国债的价格，尤其远期国债价格下跌比较多。那么我们持有的这个市值，因为它的加息而市值下跌导致的啊，里边很大一部分是这个导致。其实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下决心跟它什么脱钩啊，我们还是持有了很大量的美国国债。这些数据，时间关系，数据我不展开讲啊，大家可以看到，是吧？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东西占它的这个比例啊，最近这几年，从17年开始明显下跌，是吧？那么今年上半，我这是统计到今年上半年的数据啊，今年上半年的数据刚刚被墨西哥所取代啊。当然，我们聊以安慰的是，有的人说了，这个墨西哥的、越南的，是吧？甚至还有包括其他一些小国的，对美国的出口其实是中国的相当于阳澄湖大闸蟹的洗澡蟹，是不是啊？有没有呢？可能会有，但是对美市场、对欧市场出口的产品，其中一部分啊，尤其门槛比较低的那个供应链，的确向外转移，组装环节向外转移啊，也是实实在在在发生。那么有案外包的结果啊，我们看这个图上，这是从2017年开始作为一个起点，就每个国家你对美出口有多少值，起点都是同一个，是吧？就这儿看得见吗？就这儿，从那个之后开始，增长多少，下降多少，中国是横着走，略有下降。而涨得比较凶的是越南和中国台湾，是吧？越南和中国台湾。所以我们面临外部的压力是比较大的。那么在这种面临压力之下，国内经济跟我们的期望值还有一定差距。国内消费市场，比如新生儿的数量，通胀的，其实我们没有通胀压力，是有通缩压力啊。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知道企业家群体中间有一部分人开始出现悲观失望的情绪，说觉得黄金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了，是吧？下边要什么？要保本儿，是吧？下边要退休，甚至有的人想要润。我的学生告诉我，现在有人发展出一套润学，研究怎么润哪去的问题。那我觉得，这样的人恐怕不够资格成为真正的企业家。什么叫企业家精神啊？企业家不是投机家，是吧？你专门做投机的，我可以理解，行情好我跟一把，行情不好跑了，这可以理解。什么叫真正的企业家？企业家是有社会责任的。无论顺境逆境，你都有斗争的意志，你都有那个智慧去找到机遇。因为无论春夏秋冬各有它的美，是吧？不同的时代它有不同的机会，没有机会你甚至可以创造机会，这才叫企业家否则就是个投机家那我们来看看外部，我们面对很多的打压。美国有意识针对咱们当然他找各种由头说你跟伊朗有交易，你没有尊重我知识产权，你对待哪的人权有问题，这些都是理由，都是他编的借口寻找的借口。真正问题在什么？他感到不安全，他感到受到挑战。而且我们发现，3.3亿人连非法移民在内，一共3.3几亿人的美国，居然可以对14亿人的中国进行各种制裁，凭什么？是他的技术有多先进吗？你会发现，阿斯麦尔的光刻机里边主要的成分不是美国的，里边主要成分是全球的，是凭他那个3.3亿人多么聪明吗？去过美国的你可以知道，当然那边也有很多聪明人但是平均智商恐怕不是太令人满意。是凭他们努力吗？那肯定也不是，是吧？那凭什么他那3.3亿人就可以对全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内，随意进行制裁？它背后原理是什么？那我要说的是，美国人的力量，它不是来自于他自身的3.3亿人，而是全球80亿人。为什么？因为它是世界的霸权。这个霸权在什么地方体现出来我们举这个时间关系，我们不可能充分展开，我只举其中一个小例子：货币的霸权。美元的霸权，这其中一份当然还有军事的霸权、盟友体系的霸权、外交的霸权等等货币的网络效应构成了它最大的壁垒那么各国之间相互交往的需求，赋予了美国和美元以巨大的权利。我这儿专门弄了一个穹顶，是吧？古代有一些王公贵族造的墓里边也用穹顶，大家知道这种无论是这种墓的穹顶还是神庙的穹顶怎么造的吗？是吧？它是个圆形，它搭建的时候这个砖很容易掉下来，大石头很容易掉下来，它怎么就做那么结实？靠的什么？千年不倒。靠什么？它其实靠的是一种结构。最初造的时候，底下是有实的东西的，是实实在在有东西撑着的。然后在这个实的东西上，比如说一个土包，大土包，上边一块一块的砖码上去，弄结实了之后，再把里边的土掏空，就形成了一个空腔，而且这个空腔非常结实，千年可以不倒。美元霸权其实它的建立过程也是如此。第一步，它跟黄金真的挂钩，也就是说，你拿的这张纸片是真的可以到纽约联储换到黄金的。然后呢，它换着，其实大家想这个事情可持续吗？不可持续。为什么？它的黄金虽然当时占到世界储备的3/4，但是你再多也是个绝对值吧。但是假如有人借很多美元之后跑到你那儿换黄金，这个信用是无穷的，用无穷去攻击有限，去怼付你的有限，你是不是很快就给弄光？当年戴高乐就是这么干的，开着军舰弄一笔美元，注意这个美元不一定是他的，他只需要用法国国家信用在金融市场上借到美元，就跑到纽约联储去兑你黄金，兑完黄金装上金舰直接运回法国，来回开几趟，你的黄金就没了，就导致什么？美国人意识到说这玩意不可持续，那怎么办？尼克松宣布黄金窗口临时关闭。注意他当时说的是临时关闭，1971年到现在52年时间，临时了52年，由此开创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代，整个世界的逻辑变了。在1971年之前，黄世仁是可以欺负杨白劳的，为什么？你欠我钱，我是债主，你是债务人，你没钱还，那你怎么办？把女儿拿来抵债，是吧？这我们都知道，千百年来的常态。1971年之后，整个世界反过来了。今天穷国是债主，富国是债务人，而且谁求谁啊？中国这样的国家是债权人，我们能够说威胁美国，你小心点儿，你再跑到台海来挑衅，跑到南海来挑衅，你再跟我作对，你再制裁我的华为，我怎么办？我抛售你美国国债，我们能威胁得了吗？没用，什么原因？因为在金本位时代，你欠我的真金白银，你欠我的钱其实真金白银，还本付息都是真金白银。1971年之后，他没有兑付的义务了，所以他怎么办？多印一些支票给你，甚至连印都不用印了，直接就在银行账户的那个数字系统里边敲，说我欠这个账户多少钱，这就叫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举个例子，有多少？新冠疫情，尤其头2年，他们应对疫情怎么样？一塌糊涂，是吧？没有动员起来应对疫情，就熬。那老百姓没收入怎么办？发钱，他发的钱哪来的？印的，印了多少？美国、欧洲、日本、英国这全球4大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张了10万亿美元，相当于这4个经济体人均1万美元。
当然，这1万美元怎么分配，可以是给你的账户里边直接打钱，也可以是什么，通过地方政府，通过什么行业协会，通过各种方式来贴钱，所以他们新冠死亡人数特别多，但是经济开开心心，好像没什么问题，是吧？所以这里边我们说就跟那个造穹顶差不多，上来先是用黄金来支持美元的信用，等到大家都用美元，都储备美元，互相之间支付都是美元的时候，我把里边那个实实在在的东西黄金撤掉了。为什么我们今天无法摆脱美元？有很多原因，有很多原因，但里边最重要的一条，在我看来就是这种结构。这种结构把我们，假如说每个国家相当于其中的一块砖，上面穹顶上的一块砖，你单独拿掉任何一块砖都无法破坏它的结构的稳定性。你从上边使劲踩不塌它。你要破坏这个穹顶结构怎么办？其实很简单，在它的腰上，不是分零散的拿，是连着一片拿掉一部分，它整个结构全部坍塌。为什么？好比说微信，你不喜欢微信，但你离不离得开它微信？离不开。为什么？对你很重要的人都得使用它。即便哪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喜欢微信了，你也离不开微信，因为你们除非大家集体迁移到另外一个方式上去进行沟通，否则我们每个人都是他的奴隶，是这道理吧？这就是他的网络性啊。那么现在机会来了，我们知道最近刚刚开了个大会，胜利大会在南非是吧？总书记亲自去了。8月24号，金砖峰会领导人峰会15次会晤，邀请了几位新成员。更加重要的是，要探讨什么？探讨要金砖货币。大家看下边已经有人开始设计了，当然我不知道最后这个版本是不是这个模板金砖货币。然后呢，这里边金砖国家 GDP 按照官方汇率计算，不用 PPP 经常误导，用官方汇率计算占到全球的29%。人口，中印2个人口大国，再加上其他的国家，加起来占46%，快一半了。能源生产这一批扩容的很多是能源生产国，所以占到全球43%。注意了，里边还有很多什么？你除了生产方，你还要看消费方。所以这里边许多是生产之后，它根本自己消化不了那么多能源，也就主要的什么出口方。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商品的出口，它占到全球的25%金砖币怎么弄？在这简单的介绍一下。当然，现在不同的圈子、不同的团队正在给不同的国家出不同的主意。那么我的主张，我只能说代表我个人主张不代表任何其他的机构。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游戏掰回来。当年尼克松说，1971年说我们临时关闭黄金兑付窗口，从此整个世界货币体系变成了没有毛的体系。也就是说，这1美元能够到底买几平米的房子，买几盎司的黄金，这个事儿他不管，他不承担任何责任，随行就市，你们谁爱要谁要去现在我们主张的逻辑是，必须把它变回一个相对靠谱的硬毛的东西，就是说你这张纸片背后的购买力你央行谁发行的，谁必须承担责任，你不能不负责任所以换言之，谁都不许随便印钱。以前是随便印钱是吧？那么其实它向所有的储蓄者征收了隐形的铸币税。所以你去看看美国股市，美国股市整个走势就像一个大庄股的走势各种因素暴跌之后，你相信它一定拉得起来。为什么？印钞票就行了。那么你说印钞票之后带来通胀，带来资产升值压力，谁来承担？全世界一块承担那现在我们主张，就要从它那个穹顶上拦腰部分关键环节连成一片，金砖加上和那么多经济体，大家一起把这一块卸走。我们玩新的规则去，我们不做穹顶了，我们做踏踏实实做个平面，是吧？就是价值基准是均等的，而不再是一个空腔那么一揽子大宗商品，加权平均指数，是吧？贵金属、金银，再加上什么贱金属？贱金属是真正反映工业生产能力和工业的需求的，是吧？铜、铁、铝，然后再加上什么呢？粮食大米、小麦、玉米，再加上什么？比如说能源，是吧？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在期货市场、大宗交易市场可以有仓单兑付的。换言之，无论是谁拿着这个新的金砖银行发行的，比如说1亿元的金砖币，拿着这金砖币，你到这一揽子的这个商品的兑付窗口去兑付，你是可以获得一个相对靠谱的一个固定的量的商品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加权平均指数。货币的发行者承诺，我这个发行的纸片它的购买力是有按照这个铆住这个指数，但注意这个指数不是完全是0它的这个通胀不是完全是0。央行不是追求2%的通胀吗？我们确保这个指数每年涨2%，就是这个目标通胀率。优点，第一，巨额的铸币税在金砖国家内部分配。刚才我讲了，新冠疫情期间，美日欧英4大央行全球货币的发行者，他们发了钞票获得的铸币税。什么叫铸币税我今天我喜欢讲的一个例子，我姓狄嘛我在网上出名的一个概念叫狄币，是吧？我拿一张纸片上边印上我的头像，然后拿这张纸片买李老师的这个白茶，是吧？今天这个白茶很有特色我买这个您的手机，我都拿这个狄币来支付。
明年你找我说，狄老师，你发行了敌币，当时我们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你要还我这么多的价值，我会不会破产？我需要不需要节衣缩食，省出东西来还你啊？都不需要，我只需要再拿张纸片，再印一些就可以了啊。这就是我讲的铸币税。印一张纸片，它的平均成本是几分钱、几厘钱，但是我交给你的时候不是白给的，是拿走你实实在在的价值，比如说100块钱的东西的，这里边的差价就叫铸币税。啊，那么以前这个铸币税是归了主要货币的发行者美日欧英，换言之，这个世界80亿人帮他们一块儿分担这个铸币税的代价，但是好处是美日欧英的人民获得的，尤其是里边的控制者资本获得的，是吧？那未来我们搞金砖货币之后，占全球45%的人口，我们发行的金砖币所产生的铸币税由这么多国家一起来分享啊，更加公平。第二，这里边会有顺差国和逆差国的问题啊。那么对债权国、债务国，它都是有约束力的，那更加可持续。今天中美之间为什么闹翻？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特朗普说：“你们中国人整天占我便宜，你每年卖这么多东西给我，但是不买我多少东西啊，所以我要强加关税，而且我要求什么？你每年多买我2000亿美元的商品。”这个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就是1971年黄金窗口关闭之后的货币体系。你想，美元作为全球货币，为什么？比如说我是美元的发行者，你们是世界各国，你们手里为什么有我印的这张敌币、这张纸片？不就是我买你的东西远多于你们买我的东西吗？我这纸票才流得出去嘛。所以无论谁搞生产，美国注定是要有逆差的，啊。但是呢，他不愿意承认这个东西是他自己的结构原因，他非得怪，哎，你挣我钱了，他也挣我钱了，所以我要整你们啊。那么未来我们整个新游戏，它是对顺差国，比如说中国这样的国家，对逆差国，比如印度这样的国家，它都有约束力。哎，你挣多了你也该挨罚。你生产少了，吃多了，你也该挨罚啊！所以整个体系啊更加可持续，不容易闹矛盾。第三，更能反映实体经济运行对货币需求。刚才讲了，这个货币篮子里边是什么？是一堆真实的东西。这些东西比黄金好在什么地方？以前为什么金本位有缺陷？金本位的缺陷就是每年新增的黄金跟你实体经济运行不一定有关系。今年加利福尼亚发现大金矿，是不是下边就有通胀压力啊？下边科技进步了，生产增长了，但是黄金产量没跟上来，是不是就有通缩压力啊？哎，那未来咱们这个货币就没有这个人为的通缩压力，因为你的货币的供给是根据什么？你实实在在的生产体现的。第四，也不怕戴高乐这样的投机分子跑来作对，是吧？开几个大军舰过来，跑到这儿来怼付，要求我们的这个新央行怼付，是吧？比如说啊，金砖央行发行这个货币，他借了一堆这个币，然后要求怼付，我们太高兴了。你运作的不是黄金啊，你运作的是什么？是一揽子商品，你只要愿意买，我就愿意卖啊，所以他不怕挤兑啊。那么这个影响当然非常巨大。这意味着什么？对美元体系将构成重大打击啊！甚至连美国共和党的建制派都会愿意背叛美元。什么原因？刚才我讲的东西其实源自于我跟 IMF 特别提款权部门长期的负责人沃伦·寇茨博士。这位老先生1971年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来一直在 IMF 工作，他就管那个特别提款权国际货币的那个办公室的。我们俩在2015-16年合作了一篇论文，英文论文。这篇论文就是主张我们要整个世界货币要重归印锚体系啊。那么以前呢是学术性的探讨，那现在机会来了，现在可不是随便的探讨了，因为金砖国家大家齐心协力开始探讨啊。当然能不能弄成不知道，因为我们有印度这样的国家在那儿搅和，是吧？但是中国、俄罗斯以及其他的许多国家都有实实在在的这个需求。一旦这个游戏变真了，整个规则变了，也就是说这个美元的穹顶上中间拦腰有一大块挪走了啊，整片挪走，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整个会坍塌。意味着什么呢？今天大家看啊，发展中国家它的债务，它的中央政府债务占 GDP 比例达到40%就要出事儿，就要暴雷，汇率暴跌。日本的债务占 GDP 多少？我们只算中央政府多少？260%，啊，最高峰260%，现在通过负利率已经降到240%。美国有多少？130%，它出事吗？没事儿，好得很。美国经济好，凭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借债是用自己可以印的刚才我说那张敌币借的。而发展中国家借债什么？是用别人印的钞票，自己没资格印的那个钞票，差别就在这儿。那一旦我把整个游戏改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今天美国33万亿美元的联邦政府的国债，将把它自身的重量，以前是虚的飘在上面的是吧？哎，多多益善，现在以后变成什么？变成压垮骆驼的，不是稻草啊，那是座金山了，它就变成真的金山了。所以，未来我们即将建设以中国为中心的新全球化。所以啊，不是我们想分裂世界，是美国要把我们踢出去，啊，我们在那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甚至诱之以利都没用，人家去意已决。好，既然如此，别怪我不仁啊！你既不仁，别怪我不义。80年代之后的开放是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市场，而新时代的开放将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开放，啊，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
那么中国资本、中国品牌将走向世界。当然，主要从增量角度来讲，恐怕不再是美国市场，主要不是美国市场了啊，增量市场在全球外围地区。这个图比较直观的，当年我们这个红的点儿是吧？相对于美国的经济，我们在它的外围转，现在变成什么了？整个世界经济体量来看，我们达到它的相当可观的比例，达到将近70%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它要排挤你啊，同性相斥嘛，它要排斥你。这个时候我们离开，所以到底谁离开谁啊？他要搞关门，我们继续坚持开门，那我们不一定拉得住他，但我们一定要拉住其他的小兄弟，拉住尽可能多的朋友，是吧？欧洲你尽可能要拉住啊！再讲讲这个第二部分啊，改革的新改革逻辑啊，中国经济当下不容易啊，存在一定的困难，但我相信这个困难是一个换挡期带来的必然结果，因为你原先寄生在这个或者说融入到美元体系里边，你日子过得很好，哎，在这个系统中间，我们使劲出口，我们挣到美元，基于美元我们发现人民币，做所谓的外汇账款，以前这套游戏玩得很顺，但现在发现了出了问题，为什么？跟它正在艰难脱钩，而内部的动力还没有起来，这个动力为什么起不来？这边存在一个，在我看来啊，里边最大的关键就在于债务结构的错配。注意，不是总债务多了，有许多人认为中国借了太多钱，在我看来恰恰相反。是什么？问题不在于债务的多和少，问题在于债务的结构出了问题。结构有什么特点？第一，中央政府的债务率非常低，大家看看这个图。日本现在230%、240%的债务率，希腊220%，美国130%的债务率，就是我们只算联邦政府啊，中央政府。中国有多少？欧洲号称最谨慎的啊，最靠谱的德国的联邦政府债务率也达到了60%。中国有多少？中国现在30万亿人民币不到，你说不少啊，是不是？这绝对是听起来挺大。因为我们 GDP 多少 ？GDP 1几十万亿，所以我们只有20%的债务率。你说欠债少不挺好吗？毛主席那个时候说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大家还听说过这话吗？正好今天9月9号恰好又是毛主席的这个47年的纪念日哈。毛主席说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是值得骄傲的事情，他说错了吗？没说错。为什么？因为在他的时代叫金本位时代，在金本位时代最好你做债权人而不要做债务人，最好做黄世仁而不要做杨白劳，是吧？在金本位时代，但是后来要反过来，你应该做什么？债务人。你发现没有？比如说在座各位都是企业家，认认真真生产产品的人未必能挣到多少钱，挣很多钱的人往往是什么？欠了一屁股债。当然欠了债呢，他又拿去做那些比较有增值的东西，是吧？哎，什么原因？注意啊，1971年之前这么玩很容易死掉，1971年之后这么玩比较容易成功。为什么？因为货币扩张的速度特别快啊，尤其是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主要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张的速度，或者说基础货币扩张速度是年化15%左右。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资产升值速度不到15%，其实你都在帮这个体系什么分担了代价。中央政府欠的债只有20%，如果你考虑到我们的外管局、我们的主权基金所管理的几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层面上一手持有几万亿美元，同时我的财政部的负债30万亿不到，也就是相当于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发现没有？中央政府层面上其实又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所以呢，我强调过，毛主席那个时候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是好事儿，但到了无毛货币时代，你应该怎么办？主动结债。我讲这么个道理，今天在座，假如说我们这个会场的人就是代表全世界啊，或者一个地球村里边所有玩家，大家做生意，你挣我的，我挣你的，挣来挣去，是不是一定有人挣钱，有人赔钱，有人付出去多，有人挣到钱多，是这意思吧？现在有没有可能我们经过这一年，每一个人都挣到很多钱？有没有可能？